婆婆在我女儿的满月宴上送了一个长命锁，这个长命锁是婆婆费好大劲求来的，女儿一戴上就会和婆婆高龄产下的孩子互换健康。我知道，但并没有阻拦。女儿戴上长命锁后，婆婆和老公立刻换了一副嘴脸，要把我和女儿撵出家门。只是当我老公看清楚戴长命锁的孩子时，瞬间傻眼了，那是小三给他生的耀祖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妈呀，这长命锁纯金的吗？这么大不得有50多克，好像是纯金的。我婆婆要是能有这么大方就好了。今天是我女儿的满月宴，婆婆把她要送给我女儿的长命锁摆在了正中间。谁来了，瞧见这又大又重的长命锁，都会夸上1、2句，羡慕我有个大方的好婆婆。婆婆被夸的嘴都合不拢了，我笑着回应，心里怎么都开心不起来。自从我生了女儿后，婆婆在家里鼻子不是鼻子，眼睛不是眼睛，她能舍得给我女儿买金饰，这可不是祝福的长命锁，这是锁我女儿命的凶器。我怀孕3个月时，婆婆突然跟我说，她已经怀了4个月，不能照顾我了。我有些诧异，但没有说什么，毕竟一开始我就没打算让她照顾我，我早就请好了保姆和月嫂，不需要她照顾我。照顾我这事是她主动提出来的，不过我还是委婉提醒了一下，婆婆今年50多岁，是大龄产妇，这个年纪要孩子风险挺大的。当时婆婆听了我的话，脸色瞬间耷拉下来，认为我是嘲笑她生不出来孩子，给我老公打电话说我嘲笑她，她怀孕跟我没关系，我也不会因为这件事操心，便没再理会她。婆婆跟我坦白怀孕后，人变得十分偏激。她说怀我老公那会家里穷，吃不起好东西，因此这一胎必须好好对待。我老公给她买的东西，她吃不够就算了，我们不住在一起，她为了偷我娘家给我买的东西吃，每天都要找借口来一趟。她费尽心思给她肚子里的孩子补营养，到头来却是一场空。因为是高龄产妇，她生了一个早产儿，并且身子弱得不行。2个月后，我的女儿出生了，她非常健康。从此，我经常能听见婆婆说，为什么早产的是她的儿子，而不是我的女儿？妈，这玩意真能把我弟和那个死丫头的命互换？放心，我可是花大价钱找大师请的法子，保证能换命成功。哎呀，就是我真心疼这50多克的金子，要不是大师说必须是纯金，我就买个假黄金对付一下了。妈，这是交给我，等我弟和那个死丫头换命成功，我不但会把这个长命锁偷回来，还会和白倩离婚，分走她的财产。这对母子和我仅1墙之隔，他们算计我的话一字不差落入我的耳中，似乎是有所察觉。婆婆和老公的对话戛然而止，他们一同从后台走了出来，瞧见我后，脸色比吃了苍蝇还难看。我依旧笑意盈盈，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一样。婆婆放不下心，又试探了我几次，确认我真的没听到他们的计划，明显松了一口气。她笑着轻轻对了我一下，你这孩子走路怎么没声呢？小暖衣服换了没？等宴会开始，我要当着一众人的面给她戴上长命锁。小暖可真是我的小心肝，我感动得捂住脸。妈，你对小暖太真好，给我感动坏了。放心，我一定给小暖打扮得漂漂亮亮。先不说了，我去看看小暖。我把毫不知情贯穿到底，不给这对母子任何怀疑的机会。才走出没几步，身后又响起他们算计的声音。他还有脸叫我妈？生了一个女儿，
让我在亲朋好友那里抬不起脸面。要不是为了换命，我才不会出席这个满月宴。妈，别生气了，你看他这么蠢，等换完命，我再好好算计一番，肯定能把他的婚前财产变成夫妻共同财产。到时候我拿着分到的钱，带你和我弟吃香喝辣。很快到了满月宴开始的时间，女儿被我抱在怀里，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婆婆要送的长命锁。宴会原本并没有这个环节，这还是婆婆强烈要求的。婆婆说有亲戚诋毁她重男轻女，她必须好好证明一下她对小暖的爱。我虽然有些诧异，但并没有拒绝婆婆的要求。婆婆之前是对小暖不怎么样，但伸手不打笑脸人，况且这对小暖来说是一件好事。不知道最近怎么了，小暖的身体情况突然变得很差。我带小暖换了好几家医院检查，医生都得说小暖没什么毛病，叫我不要殚精竭虑。可小暖的确不舒服，每次去医院，婆婆都会主动陪着我。一般来说，婆婆不会照顾小暖，一方面她要照顾体弱多病的小叔子，另一方面她瞧不上小暖。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小暖去一次医院，小叔子的身体就变好一些。算了，不想这么多了。今天是小暖的满月宴，是大喜的日子，少想一切不吉利的事情。小暖原本还有些精神，却在婆婆拿起长命锁的时候变得昏昏欲睡。我担心地皱起眉头，老公和婆婆的目光都锁定在长命锁上，丝毫没察觉到小暖的不适。可能是气温骤降，让小暖不舒服。我决定带她去后台换个厚外套。婆婆督促道：“快去快回，马上到关键时刻了，别出什么岔子。”哎，我都不想多说你什么，我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，便快速带着小暖去后台换衣服。今天带来的行李箱有点多，东西又被翻得很乱，我找不到小暖的厚衣服。我把小暖放在婴儿车里，可能是因为身体不舒服，小暖坐在车里大哭不止。一时间，我有些焦头烂额。此时，一个酒店的工作人员走了出来，他说他可以帮我照顾小暖。我松了一口气，忙对他道谢。他推着小暖四处走动，我专心找厚外套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可算是找到了，再次对工作人员道谢。我接过小暖，开始给她换衣服。昨天新买的外套，今天穿就有点费劲。不仅如此，小暖还变安静了许多。我有些纳闷，但婆婆等不及了，她走进来，一把抢过小暖。哎呀，外面宾客都等着开始呢，你在磨蹭什么？是不是对我有意见？都不是我说你，平时跟我不对付就算了，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，你还耍起了小性子，过分了。婆婆不给我解释的机会，我只好跟在她身后，回到了前面。今天是我孙女的满月宴，我身为奶奶，自然是要给添最好的。婆婆举起长命锁，台下响起轰轰烈烈的掌声。她正要给小暖戴上，一个老大爷突然冲到了上面，把长命锁抢走。这可不能给你的女儿戴上，这长命锁是换命的东西，一旦戴上，你女儿就跟别的孩子换了身体和命格。此话一出，全场哗然。这老大爷我见过，是我老公那边的一个亲戚，无儿无女，是个半吊子算命的。他人有些疯疯癫癫，但亲戚对他的评价都很好。我说张芬这么一个重男轻女的人，怎么舍得给孙女买这么大的长命锁？原来是打的这个主意。真要是能换命，他怕不是想让他二儿子跟孙女换命。他二儿子可是出了名的身体不行。婆婆铁青着脸，试图把长命锁抢回来，但她没抢回来，便对着老大爷破口大骂：“你敢老不死的，说的什么狗屁东西！平日里
大家都是亲戚，叫你一声半仙，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。快把长命锁还给我，不然我叫保安把你撵出去。”老大爷没搭理他，而是直勾勾盯着我。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也不太熟，我站出来帮你，只是想积德行善。你这婆婆没安好心，可不能让她得逞。我想把女儿抱在怀里，却被张芬一把推开。她斥责道：“你是谁家儿媳妇？这老东西说的话你也敢信？疯了吧！我要是真想给换命，随便找点东西送就行了，干嘛还跟小暖买个长命锁？你要是真信了这老东西的话，那太不识好歹了。”婆婆的话让我陷入了两难。老大爷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看着我：“哎呦，你得信我的，快把你的女儿抢回来！”老公冲到老大爷身边，一边抢长命锁，一边嘱咐我：“我妈对小暖这么好，你要是信了老大爷的话，明天我们就去离婚。”我犹豫不决，耳边传来台下亲戚议论的声音：“张芬和他儿子这么反常，没准半仙说的是真的。这事要是发生在我的身上，我肯定不会让我女儿戴这个长命锁。张芬儿媳妇还在犹豫什么？”亲戚们都不太看好我婆婆，但我还是选择相信她。我也冲到老大爷身边：“你这个老东西，无儿无女，是不是见不得别人家庭幸福？快把长命锁还给我，不然我就报警了。”老大爷吹了吹胡子：“小姑娘，我看你平日行善积德，才出手相劝，你怎么不识好歹？”我不耐烦地啧了一声：“你有完没完？只是我们家的家事，你管这么宽？小心命短。”老大爷愣了一下，显然是被我的话气到，他把长命锁丢到我婆婆的脚下：“油盐不进的东西，被坑了不要来找我，今天算我倒霉，帮了一个蠢货。”他骂完转身离开。我赌张芬八成没安好心，他儿媳妇可真蠢，半仙都这么帮他了。哎呦，半仙的好心被当成驴肝肺了。我懒得搭理这些，松了一口气，和老公一起回到台上。婆婆捡起长命锁，生怕再出现什么差错，赶紧把长命锁给小暖戴上了。完事后，她激动地跳起来，嘴里还嘟囔着：“成了，成了，我的儿子有救了。”她说完，直接把小暖丢在了地上。小暖吐了一口鲜血。我一边把小暖抱在怀里，一边质问婆婆：“你干什么？”婆婆没有回应我，而是把小暖抢走，当着亲朋好友的面狠狠扇了小暖2嘴巴。我忍你很久了，仗着家里有2个臭钱，一点也不尊重我，这个小赔钱货我也忍得够久了。好在我没有白忍耐，你的钱要归我大儿子了，你女儿的命要归我小儿子了，你们对我家来说就是个累赘，有多远滚多远。我难以置信地愣住，半仙都那么提醒他了，他还反过来帮张芬，真活该，哪有这么当妈的？他都不配当妈，倒是他女儿真可怜。我回过神来，看向我老公，明明是我们共同的孩子，他却没有表现出丝毫关心。被我盯着，他不但不害臊，反而理直气壮道：“要不是你有钱，你以为我会娶你？我不喜欢你，也不喜欢你生的孩子，你就是一个不下蛋的母鸡，有多远滚多远。”重大的接二连三朝我袭来，我没有继续悲伤，反而还露出了微笑。我给我老公指了指他妈手里的孩子林胜强：“你好好看那个孩子。”林胜强不屑地哼了一声：“我就算看了有什么用？反正我不喜欢赔钱货。”嘴上说着诋毁的话，但他还是走了过去。下一秒，他跌坐在地上。怎么会这样？除了我，所有人都被林胜强反常的举动搞懵。我趁机从台下找到那个帮我哄小暖的工作人员，从他的怀里把小暖抢回来。台上的林胜强抱着孩子哭，他顾不上跟我掰扯，
慌慌张张地跑到林胜强身边。林胜强瞧见他，一巴掌扇了过去。孙小柔，我们的儿子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这一巴掌的声音很大，看来林胜强非常用力。孙小柔被扇，自然是恼火起来。可他瞧见林胜强怀里的孩子，气势一下全无。他一边哭一边把孩子抱在怀里。我的儿，才一会不见，你怎么就这么惨了？还愣着干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林胜强顾不上指责孙小柔，忙拿出手机联系救护车。张芬回过神来，被场上的情况搞懵。小柔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不是叫你好好照顾我的大孙子吗？孙小柔哭得说不出来话，她只能摇头。我把玩着小暖脖子上的长命锁，静静看着这狼狈为奸的一家人。孙小柔怪舍得花钱，小暖脖子上的假长命锁挺有分量的，跟金子差不多重，这是咋回事？听张芬这意思，这女人怀里的孩子也是林胜强的。看着孩子月份跟张芬孙女差不多大，那林胜强很早就出轨了。要是这么说的话，张芬换的是这孩子的命。亲朋好友议论的声音点醒林胜强，他目光锁定在我的身上，气愤道：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我妈要换命，还知道了我有私生子了，不哭也不闹，就等着今天算计我？你真是一个蛇蝎心肠的女人！我算计他？林胜强哪里来的脸说这种话？他可真会倒打一耙。我从头到尾没算计过任何人。张芬算计我女儿的命，林胜强想要我的钱，孙小柔贪图那个长命锁。这三个人里面，但凡有一个好人，都不会造成这个局面。我嗤笑，换命的又不是我，你找我干什么？我可没把这个孩子摔在地上，扇这个孩子巴掌。还没等林胜强回应，孙小柔抢先一步开口质问张芬：死老太婆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张芬干了一堆不是人的事情，没有一点愧疚心理，被孙小柔责问，反而来了脾气。他指着孙小柔的鼻子，破口大骂：你算什么东西，跟我说这种话？你为什么要换孩子？孙小柔吸了吸鼻子，哽咽：当初你和林胜强承诺我了，只要我生了儿子，就让林胜强和那个贱女人离婚。我生了男孩，林胜强迟迟不离婚，是什么意思？我不是故意换孩子的，这是要怪也得怪你们。我生了儿子，要是你们有点表示，我也不会想换孩子。再说，我只是想把孩子暂时换一下，等真的长命锁到手，我就给换回来。这里人多眼杂，我肯定能还回来。不愧是真正的一家人，一个比一个会算计。林胜强红着眼，朝我吼道：贱女人，我儿子要是有什么问题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林胜强有什么脸怪别人？不是他和他妈闹出来的笑话吗？对呀，换命是他妈提出来的，不仅如此，换孩子还是他小三提出来的。林胜强试图把矛盾转移到我身上，但亲朋好友的眼睛是雪亮的，他被这么说了一通，面子直接挂不住了。这是我家的事，跟你们有什么关系？一个个的见不得别人好。林胜强这句话引起众怒，台下的议论声变得更大。张芬冲上前，把林胜强护在身后：滚，都给我滚！我们家的笑话轮不到你们看。贱女人，你给我滚上来！敢算计老娘，我非得把你的嘴撕烂！我就在他面前演了一会，他还真把自己当成皇上了，还想着怎么报复我呢。我已经起诉你儿子重婚罪，婚内转移夫妻共同财产，你还是先帮你儿子凑钱，别让他坐牢变成老赖吧。我话音刚落，林胜强咬牙切齿道：你差点害死我儿子，还敢起诉我？你要脸吗？有良心吗？孙小柔抱着孩子狠狠看着我：你也是当妈的，
怎么不知道孩子对妈妈的重要性？你心这么狠，你孩子会遭报应的。我学着孙小柔阴阳怪气道：“你也是当女人的，怎么不知道出轨对女人的伤害？我又没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，该遭报应的是你们。”孙小柔听了这话，一下变得暴躁起来。你说谁是小三呢？我认识林胜强比你早，如果不是因为你有钱，他根本不会抛弃我。林胜强和孙小柔可真是天生一对，说出来的话一个比一个不像人。我懒得和孙小柔说太多，林胜强才是我的主要目标。这么多年，林胜强花在孙小柔身上的钱，我会一分不差地讨回来。孙小柔还想再说什么，她怀里的孩子突然吐了一口鲜血。林胜强和孙小柔顾不上我，紧张的要死。张芬叉着腰：“我告诉你，我儿子和孙子要是出了什么意外，我就算是死也得拖上你。”张芬又在偷换概念。不过，我并不会被这种话绕进去。你儿子是你高龄产下的，娘胎里没打好基础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至于你孙子，就更跟我没关系了，是你给他换的命。我顿了顿，意味不明地看了一眼张芬。你找到那个大师？我联系过了，他说你在怀孕的时候就给你肚子里的孩子换了一次命，听说是把心脏病换走了。张芬微微愣住，她回过神来，理直气壮道：“我为我的儿子换命，跟你说什么关系？我告诉你，如果不是因为你孕期在你娘家，你女儿这条贱命我早就换走了。”张芬对她换命的事情感到自豪，她并没注意到孙小柔因为她的话停止了哭泣。孙小柔一巴掌打断了她的得意：“死老太太，是不是你换走了我儿子的健康，让我儿子患上了心脏病？”台下的亲朋好友因为张芬的训斥走了一部分，留下来一些爱看热闹的人。这些人是安静的看热闹，但张芬的话太劲爆，让他们再次开口议论。我的天，张芬为了她肚子里的孩子太狠了，竟然2次换命，给她当儿媳妇真倒霉。张芬竟然害亲孙子得心脏病。张芬被孙小柔扇了一巴掌，自然是不服气，她一屁股坐在地上哭闹起来：“我的儿，你瞧瞧你找的2个女人，一个比一个狠，上一个跟我顶嘴就算了，这个竟然敢动手打我，我的命好苦，你得给我做主。”这是张芬一贯的作风，我之前和她吵架就被她这么对待过，无论谁对谁错，只要张芬用这招，林胜强就会无条件站在她身边。不过这次林胜强并没有搭理他，张芬闭眼嚎了好一阵，意识到林胜强没有理他，瞬间从地上爬起来，难以置信望着林胜强：“林胜强，你是白眼狼吗？你妈受到你女人欺负，你管都不管。”林胜强勉为其难挤出一句话：“妈，我儿子的心脏病跟你脱不了关系吧？”他声音里充满颤抖，看来是真的伤心了。活该，一开始误以为是我女儿被换命时，她不是很开心吗？如今回旋镖扎了回去，疼死她才好。张芬自知理亏，闭上了嘴巴。可林胜强并不能接受这个结果，他跪下去，疯狂捶地：“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这可是你的亲孙子，我跟你说过，这个孩子是我的底线。”张芬也哭了起来：“我害了我亲孙，我心里就好受了吗？我比任何人都不好受。我当时没想拿孙子换命，都怪那个贱女人，不然我不会搞错。”张芬哭得撕心裂肺，真情实意。这次她是真的伤心了，并不是装出来的。张芬第一次求来换命的东西，就是想换我女儿的命。如果不是她老糊涂搞错了东西，外加上那个预言梦，我根本不可能带着女儿逃过一劫。张芬极度重男轻女，她很喜欢孙小柔
给他生的孙子。我给小暖准备的婴儿用品被他偷走一大半，他也有这方面的需求。我以为是他用了，实际上他一点都没用。他认为我家有钱，我买的东西都是好的，他便一点都不舍得用，全都拿去给了孙小柔，并且他在得知孙小柔生的是男孩时，顾不上他自己也在月子期间，说什么也要亲自去伺候孙小柔。一个爱孙子如命的人，却亲生坑害了孙子，可真是天道好轮回。现在无论他说什么，林胜强和孙小柔都不愿相信他爱孙子。你跟我说这些有什么用？你又不是没有儿子，一把年纪还要生二胎，养又养不起，逼我爸去外地打工，还让我在公司抬不起头。你知道我生活有多累吗？林胜强哭着朝张芬大吼，他这不是活该吗？当初张芬宣布要二胎的时候，我私下跟林胜强说，张芬年纪大了，要二胎有风险，如果她真的想要二胎，一定要把产检做全。我还把丑话说在前面了，张芬要二胎跟我没有任何关系，我不会出一分钱。当时我说完，林胜强瞬间来了脾气，他说我真不愧是城里人，一点人情味没有，并且跟我放下狠话，他会对张芬的二胎负责到底，还说如果我要是想跟他继续过日子，我爸妈给我订的月子中心必须也给张芬订一套，我自然不会惯着他，当场拉他去办理离婚手续。林胜强很硬气，说谁不离谁孙子。我们申请了离婚，因为有离婚冷静期，没离成。我不愿和他多说什么，便回了娘家。孩子我也不想要了，但因为月份太大了，打不了胎。离婚冷静期间，林胜强下跪上门求我回家，我爸妈就劝说，看在孩子的份上，再给他最后一次机会。我思索一番，听从了父母的建议。回到家后，林胜强就没在我面前提起过张芬，我图清静，也没主动过问。林胜强在我面前从未嫌弃过张芬要二胎，我还以为他真的能接受，如今看来，他的接受能力还没我强。孙小柔绝望地叹了一口气，你让我儿子患上心脏病就算了，还要夺走他的健康，有你这么当奶的吗？你一把年纪生二胎，我从来没有嫌弃过你，有空就帮你照顾儿子，你就是这么对我的。林胜强，今天我把话放在这里了，有你妈没我，有我没你妈，要儿子不能要你弟，要你弟就别要儿子。他话音刚落，张芬一下子跪在他面前，猛扇自己的嘴巴，都是我的错，我死刑不行，我今天就把自己打死在这里，你能不能别阻拦胜强管他的弟弟？虽然林胜强嘴上埋怨张芬，但真要让他抛弃张芬，不太现实。见林胜强迟迟不回应，孙小柔来了脾气，这老不死的，有什么让你留恋的？不用你选了，我带着儿子去死，你满意了吗？孙小柔说罢，就要带着他孙子往外走。林胜强没有第一时间阻拦，他还站在原地犹豫不决。林胜强太愚孝了，跟个孬种一样，他妈都要把他女朋友逼死了，他还犹豫啥？话不能这么说，张芬毕竟是他亲妈，老婆哪有亲妈重要？这女人才不是什么东西，仗着自己生了一个儿子胡作非为，他也是倒霉。摊上这两个女人，场上的声音分成了两波，这让林胜强更加犹豫。他和张芬成了全场的笑话，我虽然在看，但怎么也开心不起来。之前真是眼瞎了，才会选择跟他结婚。张芬和孙小柔逼他二选一，的确有点强势，但林胜强就是什么好东西吗？孙小柔和张芬越闹越凶，靠林胜强一个人已经无法维持了。我不打算继续看热闹了，
趁着局面混乱，我带着女儿静悄悄离开。别看孙小柔和张芬现在处于互相为难的画面，但只要经过林胜强的调和，他们准会把矛头一起对准我。张芬的儿子需要钱看病，孙小柔的儿子也需要钱看病。林胜强没什么钱，到时候这一家子都得指望我出钱。当务之急，我得确保我的利益最大化。和林胜强离婚这件事，我决定全部交给律师来处理。他跟狗皮膏药没什么区别，一旦被他缠上，生活就会变得乱七八糟。给我100万，我才会跟你离婚。我被林胜强的话逗笑，谁给他的自信，让他觉得自己值100万？我淡定，我已经起诉你婚内出轨了，别到时候算下来，你得偿还我100万。电话那头，林胜强陷入了沉默。我不等他组织语言，留下一句有什么事情跟我的律师说，便把电话挂断。林胜强不死心，给我发来一条短信：我弟和小柔的孩子都进了医院，我现在正是需要钱的时候，你怎么这么狠心？你没有一点母性光辉，迟早遭报应。他正是需要钱的时候，关我什么事情？那2个孩子生病，跟我更是没有任何关系。遭报应也是张芬遭了报应。她怀孕期间没去过医院一次，非说她的孩子是求神仙求来的，去医院只会害死她的孩子。她没读过书，封建迷信就算了，林胜强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，还能听信这种话，真是书读到狗肚子里面去了。林胜强颠得要命，跟他掰扯就在浪费我的时间。反正我不会花钱养他的小三，他给孙小柔花的每一分钱，我都要追究回来。这一切交给法律来处理，他就算道德绑架我到死，我都不会退让一步。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林胜强快收到法院传单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林胜强又给我发消息：老婆，我错了，我们能不能不离婚？是孙小柔先勾引我的，不然我不会出轨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知道错了。林胜强可不会检讨，他道歉只是怕了。我粗略算过，我和他结婚2年，他给孙小柔至少花了50万。就目前来说，林胜强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赔偿我，更别提我们还要进行财产分割。不知道林胜强在用什么部位思考，他竟然有脸来求我不离婚。孙小柔之3当3，的确伤害了我，但他没对不起林胜强。林胜强却在遇到问题的第一时间把他抛弃了，恶心死了。我已读不回，懒得搭理这种人渣。林胜强知道后，洋洋洒洒给我发了一大段小作文，他指责我没良心，说后悔跟我结婚了。最不要脸的是，他要求我赔偿他的青春损失费。他越来越颠，我干脆把他拉黑了。第2天，我收到派出所的传话，有人报警说我虐婴。我懵了，小暖在我怀里好好的，我怎么会虐婴呢？虽然这件事莫名其妙，但我还是去了派出所。遇到问题，总归是要解决的。我赶到派出所时，孙小柔和张芬正在互相指责对方，他们闹得很凶，警察劝都没用。林胜强站在那跟没事人一样。等我踏进派出所的那一刻，孙小柔和张芬立即停止了争吵，林胜强也来了精神。张芬一把抱住我的大腿，对警察哭诉：警察同志，就是这个人，他害我儿子一身病，你们一定要把他抓起来，还我儿子一个公道。我费了好大力气，才把腿从张芬怀里抽出来。证据：张芬嘴巴张得老大，却吐不出来一个字，支支吾吾好半天，最后把求救放在了林胜强身上。林胜强默默把头转到一边。这一家人怪好笑，敢报警说我虐待婴儿，
却说不出我是怎么虐待的。他们竟然还能想到把换命这种事情说出来，有多荒唐。气氛有些沉默，我清了清嗓子，拿不出证据，不就是报假警吗？张芬被我对，脾气一下子就爆发了。他扯着嗓门大喊：谁报假警了？你敢说我儿子那一身病跟你没有一点关系吗？问他证据，他扯东扯西，就是拿不出来。好一手偷换概念，他平时在林胜强面前用一用就可以了，怎么还摆到明面上了？警察劝张芬有事说事，张芬实在是编不出来合适的理由，便躲到林胜强身后当鹌鹑。林胜强被赶鸭子上架，我不耐烦道：林胜强，你公司同事知道你生活这么精彩吗？原本还想发言的林胜强听到我这番话，立刻把嘴巴闭紧。林胜强目前唯一能拿出手的就是他那份体面的工作，再这么闹下去，他体面的工作很有可能不保。张芬和孙小柔早反目成仇了，他们和平共处有2个前提：第一，靠林胜强沟通；第二，靠我这个共同敌人出现。我想了想，与其让他们有事没事找我的麻烦，不如把麻烦摔在他们中间。我摆出一副大度的样子，家里有2个孩子生病需要钱，你的确不容易。这样吧，我可以给你宽限一点时间，让你把钱用在一个孩子身上，钱不许着急还。不过我有个前提，就是你必须把钱实实在在用孩子身上，给我提供医院收据。怎么看？这对林胜强来说都是一件好事，但他并不开心，反而摆出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。张芬和孙小柔又吵起来。林胜强，先给儿子治病，你能不能认清现实？儿子比弟弟重要，大儿子别听他瞎说，你弟和你才是一家人。林胜强头都大了，我趁着他们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，问警察能不能回家。得到肯定的答复后，我离开了派出所。林胜强婚内出轨，证据充足，肯定是败诉了。他不情不愿把钱转给我了，并且跟我办理离婚。这一转钱，张芬直接炸了，因为林胜强没钱给他的2儿子治病了。林胜强把责任丢到了我身上。张芬来我这又哭又闹，我报了几次警才让他消停。但张芬没有死心，他给我放下狠话，要找大师搞我，随他去。搭理这种人就是在浪费我的时间。不过张芬给我放下狠话后，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再次听到他的消息，还是通过新闻，一女子被大师诈骗几10万，只为给孩子换命。张芬这次不仅把他坑了，还把林胜强坑了。大师跟他说，需要38.8万才能换我的命。张芬想都没想就同意了，但他没有钱。大师意识到这次要钱太多，他怕张芬反应过来，骗不到这个钱，便给张芬下套，说我命格很硬，只有在新月日才能换命成功，过了新月日很难成功和我换命。张芬一听这话急得不行，为了趁早换命，他先斩后奏，把林胜强的银行卡偷了。等林胜强意识到钱没了，大师早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并且这个大师还是境外人员，这笔钱很难被追回来。林胜强找我卖过惨，他说小暖不能是单亲家庭的孩子，我被逗笑了。单亲家庭总归比有个人渣父亲好，小暖有我就够了，没有他，我和小暖会越来越幸福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